你敢相信吗？一艘1年前就已经在印度拆解报废的巨轮，今天却突然完好无损地出现在美军驱逐舰的雷达屏幕上，正大摇大摆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传统的 AIS 卫星定位信号已经被全面攻破，物理意义上已经死亡的船只，正在通过黑科技借尸还魂。这就是让各国头疼的影子船队，或者叫幽灵船。这些幽灵船不仅仅是数字世界里的幻影，它们往往满载着被制裁的100万桶原油，像定时炸弹一样在毫无保险覆盖的情况下穿梭于拥挤的商业航道。过去，他们只是关掉信号偷偷摸摸地跑，但现在，这种规避手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欺诈，直接把全球航运的信任基石砸出了一个大坑。当海上的物理信号不再可信，当传统的海洋法工艺在咽喉要道被撕得粉碎，全球的航运巨头们集体陷入了恐慌。但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出手了。新加坡签发的不仅是一张海事证书，更是一套名为 OCENSX 的数字验证生态系统。这张电子通行证正在迅速超越它原本的行政职能，变成了目前全球唯一公认的船舶捷径证明。在动荡的航运格局中，新加坡凭什么能成为那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数字判官？这张护身符又是怎么保住巨轮命脉的？今天的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咽喉要道，早就不是什么自由航道了，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基于政治对齐和特定结算货币的收费站。传统的规则在这里完全失效，哪怕你是一艘手续齐全的货轮，只要背景稍微有点说不清道不明，随时可能面临被拦截、扣押甚至没收的风险。现在一艘没有顶级信用背书的普通散货船，在经过高危海域时面临的是地狱级难度。武装快艇的频繁骚扰，长达数周的无理由滞留审查，光是每天高达数万美元的滞期费就能直接把中小船东拖垮。而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安全就是生命的残酷游戏里，新加坡的这套系统直接降维打击。它不仅仅是给船只发了一张良民证，更是给船东的资金链上了一道极其强悍的保险。面对这种全球海事秩序的碎裂，新加坡没有选择传统的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出击，把自己打造成了海事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拿出的杀手锏就是 OCENSX 平台。当一艘挂着新加坡国旗的货轮停靠在受到高度军事威胁的港口时，港口当局不需要去翻阅那些容易造假的纸质文件，只需要通过系统实时确认，就能瞬间把这艘船和那些身份存疑的幽灵船区分开来。在处理制裁合规方面，新加坡的态度极其务实，他们严格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但绝不盲目跟从任何单一国家的单边制裁。这种中立但严谨的立场，在如今这个极度撕裂的世界里简直是无价之宝。西方国家认可新加坡，因为这里有全球最严苛的反洗钱审计标准。东方大国信任新加坡，因为这里的规则透明且不站队。在选择性通行的海域，拥有新加坡的证书，就等于向各方证明了这艘船的非敌对状态，能获得最快的放行速度。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的海事证书变成了一张真正的全球通行证，吸引了海量追求安全的优质运力疯狂涌入。你可能很好奇，既然天上的卫星信号都能造假，那该怎么防？新加坡给出的解法非常聪明，他们把地缘政治上的清白和环保维度上的达标死死地绑定在了一起，推出了绿色船舶计划。你不是要伪装吗？那我就把合规的门槛拉到你根本伪装不起的高度。那些造假者绝对不可能花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去给一艘破旧的黑船进行双燃料动力改造。新加坡的这招釜底抽薪，实际上是利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壁垒，对全球航运市场进行了一次极其残酷的良币驱逐劣币的清洗。这种将环保指标直接转化为反欺诈工具的战略眼光，让其他还在死磕信号追踪的海事大国瞬间显得落后了一个时代。目前，新加坡已经开始为甲醇动力船舶挂旗。你要知道，能用得起这种最前沿双燃料技术的船舶，
背后绝对是资金雄厚、透明度极高的顶级船东，这在物理层面上就天然排除了它们成为幽灵船的可能性。同时，通过 AI 技术的深度介入，船舶的排放数据、燃料消耗数据全都被打上了时间戳，整合进数字证书里。通过和洛杉矶、长滩等大港口建立绿色与数字航运走廊，新加坡实现了跨洋的证书秒级交换。可以说，新加坡用绿色科技这把锁，彻底锁死了影子船队想要蒙混过关的操作空间。你可能还想问，新加坡这套 OCENSX 平台到底有多硬核？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唯一的捷径证明，靠的是3大技术壁垒。首先是动态加密的 QR 码，港口官员拿平板一扫，直接连通新加坡海事局的24小时在线系统，瞬间完成背景尽调，彻底杜绝了复印件篡改。其次是 API 直连的数据交换，港口、船舶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数据是机器对机器直接传输，连人工录入作假的机会都不给你。最绝的是第3点，主权数字丝带，每一份证书顶部都有一条经过新加坡政府加密签名的数字代码，哪怕在没有网络的战区离线状态下，依然能验证证书的绝对真实性。在 GPS 信号被全面屏蔽、网络通信完全中断的霍尔木兹海峡边缘，当全副武装的直升机降落在甲板上要求查验身份时，这张不需要联网就能自证清白的数字证书，简直就是全体船员的保命符。在别的地方，你的船可能因为信号异常被随便扣押，但在新加坡，这里有最透明的司法程序和最深度的资产穿透调查。只要你挂了新加坡的旗，就不会轻易被卷入身份回收的泥潭。无数的跨国航运巨头宁愿绕远路，甚至支付更高的港口费用，也要削尖脑袋把自己的核心船队注册在新加坡的名下。因为只有在新加坡，合规船舶才能得到最安全的庇护和最透明的补给。在这种大洗牌的背景下，拥有一张被全球广泛认可的数字身份，就像是在数字海洋里拿到了一块免死金牌。过去20年，大家迷信卫星，迷信去中心化的追踪技术，但僵尸船的泛滥无情地证明了，在国家级的电子战干扰面前，民用技术脆弱得不堪一击。信任正在重新回归到具备强大数字治理能力的主权实体手中。人们不再相信雷达屏幕上那个随时可以伪造的光点，而是相信储存在新加坡加密服务器里的内行代码。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船舶是不是已经成了大国博弈的新芯片？在全球供应链武器化的今天，一艘巨轮的合法性和流通权确实就像高端半导体一样，成了掐脖子的核心资产。如果有一天，某一条核心航道突然宣布，只允许拥有特定数字签名的船舶通过，那么那些没有拿到这张入场券的船只，瞬间就会沦为漂浮在海上的废铁。未来如果没有新加坡这种级别的数字合规验证，你的货轮就算造得再大，跑得再快，也休想在全球主流港口顺利卸下哪怕1吨货物。这种隐藏在幕后的规则制定权，比几艘航空母舰的威慑力还要来得深远。而新加坡在这个格局中扮演的角色，简直就是海事领域的 ASML。新加坡用一套不可篡改的系统，为混乱的全球贸易提供了一套唯一可验证的真理。这不仅是新加坡科技的胜利，更是对中立、透明和法治价值的最高级变现。这其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在逆全球化的狂风骤雨中，纯粹依靠地理优势躺赢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想要在未来残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像新加坡一样，构建出别人无法轻易替代的核心壁垒。这套 OCENSX 系统表面上管的是船，实际上重塑的是人类在数字时代的信任契约。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同样的逻辑会无情地席卷航空、金融，甚至是跨国数据传输等所有关键领域。谁掌握了验证真伪的权利，谁就扼住了全球化的咽喉。未来，当这种许可验证模式成为全球航运的新常态，
新加坡所制定的这套信用标准，必将成为所有巨轮在碎片化海洋中航行的唯一指南针。在幽灵船横行的迷雾里，来自新加坡的数字背书，就是保护全球贸易大动脉不被切断的最强防线。你看好新加坡在未来全球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吗？你觉得还有哪些技术会颠覆传统的航运规则？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判断。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硬核拆解，请务必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